大家好，我是邱平，我现在在辽宁沈阳。今天来看一个古墓啊，这个墓主人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但是呢，他跟历史上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有关，就是慈禧。据说呢，这个墓主人是慈禧的情人。慈禧这个人大家非常熟悉了，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她的一生啊，早期就跟开挂了一样。她10几岁进入皇宫，成了咸丰的妃子，生下了咸丰唯一的儿子，就是后面的同治帝。在26岁的时候，咸丰去世，他的儿子自然而然成了皇帝。那慈禧呢，在这个时候和恭亲王发动了政变，基本上算是掌握了大清至高无上的权力。从这个时候呢，他就开始统治清王朝将近半个世纪。那么一直以来啊，关于慈禧的故事有很多。有人说慈禧她是汉人，她出生地在山西，我们已经去看过了。是后面送给了一个满人，最后呢，经过身份包装去了那个皇宫。所以我们一直看慈禧的那个故事啊，基本上她是进入皇宫才有记载，而慈禧进入皇宫之前的资料基本上是找不到，所以才有一种说法说慈禧是在山西。那么慈禧和恭亲王发动政变之后，她那个是26岁，那么26岁丈夫就去世了，她相当于守了寡嘛。那慈禧总共活了70多岁，那将近50多年。那么有关于慈禧的绯闻就非常多啊，经常说她有这个情人那个情人。大家发现没有，在从古至今呢，那些非常著名的皇后或者皇太后，他们在皇帝去世之后都有很多绯闻。你像早期的先秦时期，宣太后她跟那个玉祺的人还生下儿子。那么到了秦始皇的母亲也跟嫪毐生下了儿子。后面是汉朝初年，吕后啊，在刘邦死后，她也有亲人。那唐朝的武则天就更不用说了。到了辽国萧太后，她跟一个姓韩的也有绯闻。最后我们就说的是慈禧，跟慈禧有绯闻最熟悉的一个人就是恭亲王。慈禧太后能够掌权，背后的功臣也就是恭亲王奕欣。在很多野史当中流传两个人是有私情，甚至说慈禧在入宫前跟恭亲王就是恋人。咸丰皇帝呢，在乐和病逝临终前任命肃顺等8名大臣为辅政大臣，共同辅佐当时年幼的皇帝同治。但是8名大臣据说跋扈不满慈禧干涉朝政，而慈禧呢也想除掉这8个大臣，由自己掌权。于是呢，就跟咸丰的弟弟六王爷恭亲王奕欣联手发动政变，除掉了这8名大臣，正式开启了慈禧呢垂帘听政的格局。在这里，为什么很多人会说恭亲王和慈禧是有绯闻呢？按照正常来讲的话，他们两个是八竿子打不着关系的。而恰恰是这样的两个人，最后却联手发动了政变，所以就很多人在想，他们之前一定是有联系的，要不然不可能会联手。在当时来讲，恭亲王和慈禧、慈安应该是最有权力的人，但是后面慈禧的权力欲望越来越大，他和恭亲王互不相让，慈禧呢就不断发动攻势，斗倒了恭亲王，使得呢恭亲王被打压数十年。那么这个时候呢，两个人的情谊也好，绯闻也好，包括以前私通的感情都没有了，所以最终呢，两个人算是分道扬镳。关于慈禧和恭亲王奕欣这个绯闻是野史中记载，就是民间传说。而今天我们说的这个主人，他跟慈禧的关系呢，确实在正史上是有一点点记载的。纳尔苏陵园，他是叫做纳尔苏，是升格林沁的孙子。升格林沁这个人非常有名，他被称之为是清朝最后的武士，因为有他在，清朝呢还能够属于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就是我们俗称的满八旗或者是蒙八旗。而升格林沁去世之后呢，清王朝他自己所属的武装力量已经没有了，后面只得靠汉人的那个武装力量，比方说曾国藩的、李鸿章的、左宗棠的等等。升格林沁呢，也算是道光的外甥，那么跟
咸丰呢算是表兄弟。升格林沁去世之后，他的儿子伯颜继承了升格林沁的亲王爵。这个人呢，一生也是非常辉煌，他是任过御前大臣、军机大臣、领侍卫大臣、九门提督等职，深得那个当时的咸丰同治，就是慈禧的那个信任呢。为什么要说伯颜这个人呢？因为慈禧的情人纳尔苏就是伯颜的长子。纳尔苏也是蒙古人，10岁之前来到北京读书，10岁之后就开始学习武艺，因为他们家族呢是掌管部队的，那自然而然就要学习武艺。不到20岁呢，纳尔苏呢就担任清朝乾清门的侍卫，因为他们家族嘛是世袭罔替的，一直呢跟皇族的关系很好，所以基本上每一代的家里的长子或者嫡长子就要送到皇宫和年龄相近的皇子或者是皇帝身边，以便呢让皇帝及早的认识这个家里的孩子。纳尔苏呢聪明伶俐，在当时深得光绪的赏识，成为了专门保卫光绪皇帝的侍卫。那因为这个身份呢，纳尔苏就可以经常出入皇宫。那他经常在皇宫里面肯定是会遇到慈禧的。他跟慈禧的认识过程有一段很好玩的故事。在某一年的春天，皇宫的花园开得正艳，慈禧呢兴致比较好，心情不错，就带着李莲英一众人呢去赏花。结果在回寝宫的路上突然窜出一匹高大的马横冲直撞。这个反正是一些夸张修饰的说法，因为正常来讲的话，皇宫也不可能有马嘛。当时马一过来，整个队伍呢散作一团，这时呢有个侍卫就冲出来降服了那匹马，才没有使得马冲撞了慈禧。当时那名侍卫吓得不轻，跪在地上一直磕头，向慈禧说奴才罪该万死。当时呢慈禧可以说是惊魂未定，他呢直接就怒道：谁这么大的胆子给哀家抬起头来？正常来讲，依着慈禧这个人呢很有可能活不成了。但是呢当这个侍卫抬起头来，慈禧一看到他的模样，不由得惊呆了。因为这位侍卫五官深邃，绝世倾城也不为过，就是说这个男子长得是非常帅。那慈禧呢心中暗喜，面上呢就不好露出半点端倪。只见他沉吟了一下，便询问了男子的家世。当他得知这个人是升格林沁的孙子之后，就缓缓地说道：念你是忠良之后，死罪可免，活罪难逃。就跟李莲英打了个招呼回去了。李莲英呢很聪明，知道慈禧的意思，他就到纳尔苏旁边说：今夜3更来偏殿候旨。那没办法，纳尔苏肯定是要去的。从这个时候呢，纳尔苏就成了慈禧的情人了。这个时候慈禧呢是53岁，纳尔苏呢是33岁。那在这个时候，两个年龄身份相差悬殊的男女迅速陷入到情感的漩涡。当时呢慈禧为了希望更多的见到自己的情郎，于是呢先将纳尔苏升为内大臣，同时呢找各种理由让他更容易进入皇宫。这个时候慈禧让纳尔苏进宫还是宫事，但是这样的宫事实在太少，不可能天天来皇宫。这个时候李莲英想出了一个主意，他说慈禧要喝宫外面的水，于是呢就建造了一个水箱，里面相当于有隔间，一边是装水，一边是藏着纳尔苏，让他好方便入宫。但是我们常说的纸包不住火，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这样的风流韵事很快呢通过各种的途径传播出去，一时间北京可以说是满城风雨。特别是慈禧和纳尔苏的这种关系在民间也传得沸沸扬扬。纳尔苏的父亲伯颜他知道了，非常害怕，他立马把纳尔苏叫回家，找他核实是不是有这样的事情。纳尔苏呢也痛快地承认了。伯颜这个时候其实感觉非常无语他会害怕，因为这个事情呢到最后弄不好会满门遭遇不幸的，就跟我们常说的满门抄斩一样。几个方面的原因，一个呢这个是不被允许的，
另外一点呢，他们家族跟慈禧还是有关系的。我们一开始也说了，升格林沁和咸丰算是表兄弟，那么慈禧呢，其实是要喊升格林沁为大哥的。那这个时候相当于是乱伦一样。这个时候呢，伯颜他就要想尽办法解决这个事情，他就找到了慈禧，说要带着纳尔苏回蒙古祭拜升格林沁。慈禧呢无奈只好放走了纳尔苏，来到了升格林沁的坟前，伯颜呢就让纳尔苏自杀，以便避免给家门带来横祸。在这个时候呢，纳尔苏只能吞金自杀了。也就是1890年，纳尔苏自杀了。消息传来，慈禧呢悲痛万分，但是呢也显得很无力。那这个时候呢，慈禧只能说把纳尔苏的后事弄得好一点。于是呢，慈禧就以光绪的名义破格追封纳尔斯为亲王，谥号呢是承圣亲王。作为纳尔苏，他寸功未立，却能够成为亲王，这在大清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所以说他跟慈禧的关系应该是能够有确切的证明的。纳尔苏去世之后就埋葬在这个地方。这个陵园现在由于在修缮，已经不能进去里面参观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地面建筑呢，都是后期修缮的，以前的已经没有了，毕竟也有100多年的历史。那么纳尔苏去世之后，这个事情就结束了吧？没有。慈禧呢，当时知道纳尔苏去世之后很伤心，她觉得自己无力保护自己心爱的人，她就会想着报复。由于当时算是伯颜逼死了纳尔苏，那慈禧肯定就会找他算账。到了第2年，也就是1891年，伯颜呢神秘死亡，一直是流传是慈禧叫人下的手。因为按照伯颜这样显赫的人物，他是亲王，同时呢又是军机大臣，如果他是正常死亡或者病逝的话，应该是有确切的记载，但是没有，只是说神秘死亡了。这个伯颜去世之后，慈禧听到这个消息，算是安心了。关于慈禧追封纳尔苏为承圣亲王，这个是在蒙古文史资料里面有记载的。那么大家觉得慈禧和这个纳尔苏的情人关系可不可信呢？我觉得多少还是有一点可信度的。不过呢，纳尔苏还是非常可惜的，为了这个所谓的爱情，最终呢使得自己英年早逝，最后的结局却是自杀而亡。不过我觉得，就算他当时没有被他父亲逼着自杀，不久之后他的结局也是会不太好的。